北京寒冬运河突现无头躯干，冰封河面为何藏下惊天血案？机关大院他是国家在编干部，离奇失踪为何惨死河道之中？果实成尸，作案心思缜密歹毒，全案排查，凶手到底藏匿何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1981年发生在北京，当年备受社会关注的恶性刑事案件。当年呢，被警方正式编号为1215的河中碎尸案，也被很多人称之为精密运河碎尸案。这些案件呢，从无名尸块被意外发现到全案真相的水落石出，北京警方只用了短短7天的时间。而这些案件背后藏着的人性与疯狂，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我完整的讲给各位听。1981年12月25日，这一天和其他寒冬里的日子没什么两样，一股强寒潮牢牢笼罩着北京城。近郊海淀区的气温呢降到了零下几度，朔风呢卷着冰碴子刮过光秃秃的树枝天地间一片灰蒙蒙的冷寂。精密运河呢，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南长河早已经结上了厚厚的冰，青黑色的冰面呢硬得像钢板，足以承载行人的重量。早上8点半左右，北京工业学院的3名退休工人柏路、屈志仁、贾如生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海淀区车道沟立交桥附近的运河边，准备打捞水里的鸭草。就在几个人拿着工具在冰面的边缘作业的时候呢，忽然发现不远处的水面上飘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麻袋的一角被冰面卡住，随着水流微微的晃动。几个人心里好奇就用钩子把麻袋勾到了岸边。麻袋很沉几个人费了些力气才把它拖到了岸上。解开扎口的麻袋，一股刺鼻的腥冷气味扑面而来。等掀开裹在外面的塑料布和牛皮纸呢，几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麻袋里面装的是一具没有头、没有双腿的女性人体躯干。3个老人吓得魂飞魄散，顾不上手里的工具，连滚带爬的跑到了附近的万寿寺派出所报案。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特案侦查队连同海淀分局刑警队的侦查员技术人员立刻赶赴了现场。这起后来被称作1215河中碎尸的案件呢，正式拉开了侦查的序幕。我们先来说说现场的情况。侦查员到达了现场之后呢，首先对现场的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勘查。抛尸地点呢位于精密运河车道沟段的北岸，周边呢是大片的芦苇荡，位置呢相对偏僻，平时除了附近的居民和晨练的人呢，很少有人会专门来到这里。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也没有拖拽打斗的痕迹。警方初步判断呢，这只是抛尸的第2现场，并非杀人分尸的第1现场。随后呢，技术人员对着装着尸块的麻袋和里面的物品进行了逐一的检查。麻袋呢是当时常见的粗麻布袋，里面的女性躯干先用白色塑料布包裹，然后再用半开尺寸的牛皮纸裹了2层，最后用3种不同的绳子捆扎，分别是混合编织的尼龙绳、普通的麻绳和细麻绳。捆扎的手法不算特别的规整，但是打结特别的结实。为了让尸块沉入水里呢，凶手还在麻袋里面装了几块鹅卵石和石灰石，只是因为麻袋的浮力超过了石头的重量，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尸块被立刻送回了法医中心进行检验。在80年代的 DNA 的技术还没有普及到国内刑侦的领域，法医只能够靠的是尸块本身传递出来的所有信息。用行内的话说死者会说话，而法医呢就是读懂死者语言的人。经过解冻和细致的尸检，法医得出了一系列的关键的结论。首先呢是死者的原因。死者的颈部、皮下和软组织有明显的出血，肺部、心包膜有散在的出血点，这是典型的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征。结合颈部表皮的剥脱痕迹和勒痕，法医判断死者生前是被人用手掐或者用绳索勒住了颈部，导致窒息的死亡。其次呢是死亡时间和抛尸的时间。死者的胃内容物有大约300毫升的未完全消化的食物，成分是米饭、白菜叶和肉渣。根据食物的消化程度呢，判断死者是在最后一餐结束的2到3个小时内死亡的。同时呢，尸僵已经基本缓解，尸斑已经固定，结合当时北京的低温环境和河水的温度，判断死者被抛入水中的时间，距离发现尸块的时间大约是在4到5天左右。然后是死者的基本特征，通过对耻骨联合面的检验，判断死者的年龄在35岁到40岁之间。根据双臂的臂展长度，测算出死者的身高大约在1.65米左右。死者的皮肤白皙细嫩，双手手指细长，手掌和手指上没有重体力劳动留下的老茧，说明死者生前不从事体力劳动。腹部有清晰的妊娠纹，说明死者曾经生育过。在残留的颈部皮肤上沾有几根波浪形状的头发，说明死者生前烫过头发。血型检验呢，结果为 A 型。
最关键的是两个具有唯一性的个体特征。第一，死者的右侧锁骨位置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第二呢，死者右手食指的指甲盖上有一道先天性的紫色红色印记。这两个特征就相当于死者的身份名片，为后续的尸源确认提供了最精确的指向性的线索。另外呢，法医还确认了几个关键的信息：死者的阴道内没有检测到精子，排除了死前被性侵的可能。尸体的断离面边缘不整齐，呈锯齿状，判断为分尸工具是钢锯类的锐器，同时配合了刀具使用。死者的体表除了颈部勒痕和分尸的创口，没有其他抵抗伤，说明死者在遇害时很可能没有来得及做出有效的抵抗，或者说凶手是他完全没有防备的熟人。根据法医给出的这些结论，专案组立刻做出了初步的案情刻画。凶者和死者是熟人关系，作案地点是在室内，凶手具备独居或者有独立封闭的作案空间的条件，大概率是在北京有固定的住所。凶手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杀人、分尸、包裹、抛尸的全过程，心思缜密，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作案时间大概率在1981年的12月18日到19日之间，也就是死者最后一餐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在80年代初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如此性质恶劣的碎尸案。案件上报之后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都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专案组务必尽快的侦破此案，消除社会影响。摆在专案组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确认死者的身份。当时的北京有近1000万人，要找一个无名无姓、无头无腿的女性位于大海捞针。专案组兵分2路，一路侦查员联合水上派出所，沿着机密运河上下游进行全面的打捞，希望能够找到死者的头颅、双腿和其他的身体组织，以及凶手可能丢弃的分尸工具。另一路侦查员根据法医给出的死者特征，立刻向全市各个派出所、单位保卫处发布了协查通报，重点排查12月中旬以来走失的女性人口，尤其是年龄、身高、体貌特征和死者匹配的人员。让专案组没有想到的是，协查通报发出去仅仅几个小时，就有了关键的线索。位于西城区三里河路的国家科委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单位有一名女干部在12月18日失踪，年龄、身高、体貌特征和协查通报上面死者高度吻合。这名失踪的女干部名叫罗载一，时年38岁，是国家科委2局能源处的干部，身高1.65米，烫着卷发，和丈夫育有一名12岁的女儿。据她的丈夫方某说，罗载一在12月18日中午离开家去单位上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当天晚上的方某等到了深夜，也都没有见到妻子回家。第二天一早就去单位询问，据单位的人说，罗载一18日中午在单位食堂吃完午饭之后，就说要去友谊宾馆开会，离开了单位。可当天下午会议现场根本就没有人见过他。方某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刻和单位一起报了警。直到尸块被发现，罗载一已经失踪了整整7天。专案组立刻找到了罗载一的丈夫方某，对死者的特征进行一一的核实。方某确认罗载一的右侧锁骨处确有一颗绿豆大的黑痣，右手食指指盖上也确实有一道天生的紫红色的印记。这2个特征和尸检结果完全一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技术人员还在罗载一的家里，在他日常使用的水杯上提取到了一枚左手拇指的指纹，经过比对和死者左手拇指的指纹完全吻合。至此死者的身份正式的确认，就是失踪了7天的罗载一。尸源的快速确认为案件的侦破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接下来专案组的核心工作就是围绕罗载一的生平、社会关系、失踪前的活动轨迹展开全面的调查，寻找杀害他的凶手。我们先来说一说罗载一的人生轨迹。罗载一和丈夫方某是北京机械学院的同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两人是自由恋爱结婚，是1966年届的大学毕业生。熟悉那段历史的听众应该知道，1966年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开始，大学停课，原本应该在7月举行的毕业典礼没能够如期举行。他们这一批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大多被分配到了条件艰苦的3线企业工作，罗载一和方某也不例外。两人在1968年结婚，1969年生下了女儿，在3线的工厂里待了整整10年，直到70年代末，两人才费尽周折调回了北京。方某进入了北京的一家工厂工作，而罗载一则进入了国家科委，成为了一名机关干部。按照道理来说，夫妻2人从艰苦的3线回到了首都，都有稳定的工作，女儿健康长大，日子应该是过得越来越好。但现实却是，从调回了北京开始，两人的夫妻关系就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
根据方某的陈述，还有罗载一的同事朋友的证言，调回了北京之后，尤其是进入科委工作之后，罗载一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的他朴素安分，一件衣服穿10几年，打了补丁呢也照样穿，一门心思的扑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但进入机关之后呢，他开始格外的注重打扮，偷偷的买胭脂口红，吃了当时最流行的的确良布料做新裙子，还花了100多块钱的钱做呢子大衣和毛料外套。要知道啊，在1981年，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30-40块钱，一件100多块的呢子大衣啊，绝对是奢侈品。不光是穿着打扮，罗载一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频繁的出入机关礼堂和电影院，几乎每周都去看译制片，尤其呢喜欢日本电影追捕，看了很多遍。他经常跟朋友说，杜秋和真由美那样的那才叫爱情，人活一辈子没有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那就是白活。他还格外的向往国外的生活，多次跟人说自己没有海外的关系，想要出国只能够走公派的路子，而想要公派出国呢，就必须要得到领导的赏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罗载一和丈夫的方某的差距越来越大。方某呢是个性本分、安于现状的人，他觉得夫妻2人能够从3线回到北京，有着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已经比大多数人幸福了，没必要去争去抢。但罗载一却觉得丈夫是个井底之蛙，小农意识，两人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冷淡。根据方某的陈述，罗载一在1981年年初第一次跟他提出了离婚，当时态度还不算特别的坚决，对孩子和家庭还有一些顾虑。但到了1981年10月左右，他第2次提出了离婚，态度变得异常的坚决，甚至到了寻死觅活的程度，说自己不再年轻了，不能够再等了，这次必须离婚，谁劝都没用。而除了夫妻关系的破裂，罗载一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格外的复杂。单位的同事证实，罗载一在单位里作风比较轻浮，午休的时候呢，经常有陌生的男性来单位找他，也有人看到他在单位附近的玉渊潭公园里和不同的男性散步。单位每次组织舞会呢，他都会精心的打扮，总是主动的邀请领导跳舞，出尽风头。还有同事多次在电影院碰到他，陪他看电影的男性呢，经常换，但从来不是她的丈夫方某。看到这里呢，可能很多观众会有一个疑问，罗载一的丈夫方某会不会是凶手呢？毕竟在很多凶杀案里，配偶永远是第一嫌疑人。专案组呢也首先把方某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但经过细致的调查，很快就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首先呢，方某在12月18日当天正常的在单位上下班，下午6点下班回到家，女儿已经放学在家。从下班之后呢，方某就一直和女儿在一起，有着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其次呢，方某的住处是普通的居民楼，家里面除了他和女儿，还有老人同住，不具备杀人分尸的封闭条件。第三呢，在罗载一失踪之后，方某的所有行为都符合常理，一直在积极的寻找妻子，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第四呢，经过对他住处的全面技术勘查，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分尸的痕迹。综合所有的证明方某作案的嫌疑被彻底的排除。既然不是丈夫，那凶手会不会是罗载一复杂社会关系里的某一个人呢？专案组立刻做出了决定，在国家科委内部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同时呢，安排专人对罗载一的通讯录、笔记本、信件，还有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逐一的排查。最终统计下来，罗载一生前的社会关系一共有143人。专案组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对143人进行了逐一的走访、甄别，一个一个排除作案嫌疑。就在这个排查过程中，一个人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他就是罗载一的直接领导，国家科委2局能源处的副处长徐泽光。徐泽光的基本情况呢是这样的：时年40岁左右，大学毕业，是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留学生，能源领域的专家。当时主持着单位里的重要革新项目，深得领导的信任，前途一片光明。徐泽光已婚，妻子呢也是国家干部，两人呢育有孩子，家庭看起来很稳定。而徐泽光正是罗载一的直接顶头上司，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最先向专案组提供线索的是和他们同办公室的同事。同事证明呢，在1980年10月，徐泽光和罗载一曾经一起到外地出差调研。调研期间呢，两人就经常单独的待在一起，举止非常的亲密。回到单位之后呢，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收敛，经常在办公室里面独处，关着门，一待就是很长的时间。单位里关于两人的风言风语很早就传开了，单位的领导也曾经找过两个人谈过话，提醒他们注意影响，但两人并没有收敛，反而来往的更加密切。专案组立刻对徐泽光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疑点都指向了他。第一个疑点呢是作案的时间。徐泽光的妻子在12月15日就带着孩子去外地出差了，一直到12月22日才回到了北京。也就是说，12月15日到22日这整整一周的时间，徐泽光一个人住在家里，具备完全封闭、不受打扰的作案空间。而罗载一失踪的这12月18日当天呢，徐泽光跟单位请假，说要去医院看牙。根据医院的挂号记录显示，徐泽光当天上午确实去医院挂了号，但没有就诊，就离开了医院，直到下午才再次去了医院。也就是说，12月18日的上午到中午，罗载一失踪的这段关键的时间里，徐泽光没有不在场的证明，有充分的作案时间。第二个疑点呢是捆绑尸块的尼龙绳。技术人员在对捆绑尸块的绳子进行检验的时候发现，其中那种混合编织的尼龙绳不是国内生产的普通尼龙绳，而是国外生产的产品，在国内非常的罕见。而徐泽光因为工作原因曾经多次出国，具备获取这种尼龙绳的条件。更关键的是，侦查员在对徐泽光的办公室进行秘密勘查时，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面发现了一节和捆绑尸块的绳子完全一致的尼龙绳，两者的材质、编织工艺、粗细完全的吻合。第三个疑点是徐泽光在罗载一失踪之后的异常行为。罗载一失踪之后呢，徐泽光作为他的直接领导，表现得异常的关心，多次向单位的保卫处还有警方打听案件的进展，尤其是关注警方有没有在运河找到其他的尸块，有没有找到抛尸用的其他物品。另外呢，在罗载一失踪之后，徐泽光还专门找到了罗载一的丈夫方某，给方某塞了一笔钱，说罗载一失踪了，方某带着孩子不容易，这笔钱呢先让他先用着。这个举动呢，在专案组看来非常的反常，两人只是上下级同事的关系，就算关系再好，也不至于在对方的妻子失踪之后主动给对方的丈夫送钱，这更像是一种做贼心虚的补偿心理。第四个疑点呢是现场勘查的结果。专案组在掌握了足够多的疑点之后，对徐泽光位于三里河的住处进行了秘密的技术勘查。技术人员在徐泽光的家的厕所、地面、墙壁的缝隙里发现了多处非常微小的喷溅状血迹。经过提取检验呢，血迹的血型是 A 型，和死者罗载一的血型完全一致。同时呢，在厕所的下水道里，技术人员还提取到了少量的人体组织碎屑，经过检验和死者的组织特征完全吻合。至此呢，证据链已经基本完整，徐泽光就是这起碎尸案的重大作案嫌疑人。但就在专案组准备对徐泽光实施抓捕的时候，却发现徐泽光已经在12月30日离开北京，去河南郑州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为了防止徐泽光有所察觉畏罪潜逃，专案组立刻做出了决定，派出抓捕小组连夜赶往郑州，对徐泽光实施抓捕。1982年12月31日，抓捕小组抵达了郑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会议现场将徐泽光成功的控制住。当天晚上呢，徐泽光就被专案组押解回了北京。回到了北京之后呢，专案组立刻对徐泽光进行了审讯。一开始呢，徐泽光还抱有侥幸心理，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了罗载一，一口咬定自己和罗载一呢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罗载一的失踪和死亡和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当专案组拿出一项项的铁证，捆绑尸块完全一致的尼龙绳，他家厕所里和罗载一血型一致的血迹，12月18日当天的时间漏洞，他和罗载一不正当的关系，徐泽光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他也沉默了很久，最终承认是自己杀害了罗载一，并且交代了完整的作案过程。事情的起因正是两人的不正当的关系。徐泽光交代了他和罗载一在1980年一起出差的时候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那之后两人就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一开始两人只是各取所需，徐泽光贪图罗载一的年轻漂亮，而罗载一则希望借着徐泽光的职位和人脉为自己争取公派出国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载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不再满足于地下情人的关系，开始不断的要求徐泽光和妻子离婚，然后娶她。一开始徐泽光还能够找各种借口敷衍，说自己的妻子刚生完孩子，说自己正在事业上升期，离婚会影响仕途，让罗载一再等等。但罗载一越来越没有耐心，尤其是到了1981年下半年，他几乎天天都在催徐泽光离婚，甚至跟徐泽光说，如果他不离婚，自己就去单位领导那里把两人的关系全部捅出去，让徐泽光身败名裂。徐泽光交代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活在恐惧里。他是国家培养的留学生，能源领域的专家，前途一片光明。他知道一旦两人的不正当关系暴露，他的事业、家庭、前途就全部都毁了。
他想过和罗载一断绝关系，但罗载一根本不同意，甚至威胁他说，就算鱼死网破，也不会让他好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徐泽光动了杀心，他觉得只有让罗载一彻底的消失，才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一切。1981年12月15日，徐泽光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外地出差，家里面就只剩下一个人，他觉得动手的机会来了。12月18日上午，徐泽光先去医院挂了号，制造了自己去看牙的假象，然后立刻回了家。当天中午呢，他给罗载一打了电话，让他中午吃完饭之后呢，来自己家里面一趟，说要跟他好好谈谈离婚的事情。罗载一接到电话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防备，他中午在单位食堂吃了米饭、白菜炒肉，也就是法医在他的胃里发现的那些食物，然后跟同事说要去友谊宾馆开会，离开了单位，直接去了徐泽光的家里。到了徐泽光家里面之后呢，两人再次因为离婚的事情吵了起来。罗载一的态度坚决，说如果徐泽光再不离婚，自己下周就去单位找领导，把两人的关系全部说出去。就在罗载一情绪激动，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徐泽光从背后扑了上去，用尼龙绳死死勒住了罗载一的脖子。罗载一根本来不及反抗，几分钟之后就停止了呼吸，当场死亡。杀死了罗载一之后呢，徐泽光没有慌乱，他把罗载一的尸体拖到了卫生间，然后锁好了家门。当天下午呢，他按照原计划去医院看了牙，制造了完整的不在场的证明。晚上回到家之后呢，开始着手处理尸体。徐泽光交代，他用家里的菜刀和钢锯把罗载一的尸体进行了肢解，把头颅、双腿和躯干分开，然后用塑料布、牛皮纸分别包裹好，用绳子捆扎结实。为了防止尸块浮上来呢，他还在装躯干的麻袋里面装了几块石头。12月19日深夜，徐泽光骑着自行车分2次把尸块运到了精密运河车道沟段，先把装着躯干的麻段扔到了河里，又把装着头颅和双腿的包裹扔进了西便门干峪桥附近的永定河引水渠里。抛尸之后呢，徐泽光开始销毁所有的证据，他把分尸用的钢锯折成了几节，和剩下的尼龙绳一起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里。把罗载一的呢子大衣和裤子呢，用刘兴全的假名和假地址送到了西四春潮洗染房，再也没有去取。把罗载一的其他衣物、鞋袜趁着外出的机会，分别扔到了西单、虎坊桥一带的胡同里。他还把家里面的地面、墙壁、厕所反复的冲洗了很多遍，自以为已经把所有的痕迹都已经清理干净了，不会再有人查到自己的头上。但他没有想到呢，警方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并且很快的就把他锁定为了嫌疑人。更没有想到，他自以为清理干净的现场，还是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血迹和人体组织，成为了定案的铁证。根据徐泽光的供述，专案组立刻开展了后续的取证工作。侦查员在西便门干峪桥的永定河引水渠里破冰打捞，找到了罗载一的头颅和双腿。经过法医的拼接检验，和躯干完全的吻合。在西四的春潮洗染店里，缴获了徐泽光用假名送洗了罗载一的呢子大衣和裤子。在西单、虎坊桥一带的胡同和收废品的废品站里，找到了罗载一的内衣、鞋袜等物品。经过罗载一的家属和同事的辨认，确认的这些物品都是罗载一失踪当天穿戴的。至此呢，这起案件的所有证据全部固定，案件真相大白。从12月25日尸块被发现到12月31日徐泽光被抓获，警方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就成功破获了这起震惊京城的碎尸案。1982年年初，徐泽光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批准逮捕。同年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徐泽光因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的恶劣，后果特别的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下达之后不久呢，徐泽光就被执行了枪刑。讲到这里呢，这起1981年的河中碎尸案就全部讲完了。这是一起因不正当男女关系引发的凶杀案。一个前途光明的专家，一个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女干部，最终都因为自己的选择命丧黄泉。好了，今天的故事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